藏丰厚生命的地球在宇宙中悠然自转。没想到50年前，它的四周开始出现神秘物体，一天一天增加，完全没有停止。直到现在，地球已经看不清楚原本样貌。到底是谁让地球变成这副模样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化？时间要回到1957年，那一年的地球散发一股诡谲气氛，因为周围开始出现不明物体，就像是躲在黑暗深处的双眼，窥探着地球。可怕的是，数量只增不减，直到2016年，已经满满包围地球。这影像的背后到底隐藏什么样的秘密呢？为什么千万个物体绕着地球紧紧地转动？这是地球要给人类的警讯吗？人类会不会又因此受到波及呢？面对种种谜团，科学家提出警告：这些细小不明物体飞行速度非常惊人。速度有多快？大约是高铁时速的100倍，民航机飞行速度的30倍。高速下飞行的物体威力比子弹还大，一旦跟其他物体发生碰撞，不但可以射穿对方，还能像炮弹一样爆炸。为什么呢？为了窥探这股神秘力量，我们前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机构，它与美国航太总署、欧洲太空总署并列世界3大太空科学机构。我们试图从中找答案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走进首次开放台湾媒体拍摄的测试厂房，里头摆放的大型设备是气动枪，用来模拟物体在外太空撞击所产生的威力。This light gas gun can accelerate the projectile up to several kilometers per second. It's a similar velocity of the debris, so we can simulate the debris impact using these facilities. 结果如何？测试人员从透明箱中拿出测试物体，发现方形的铝合金中间有一个1元硬币大小的洞口，它是被什么东西撞击所导致？没想到惊人发现，竟然是这一颗大小只有0.3厘米的塑胶粒，如果再用大一点0.7厘米的塑胶粒，以每秒3公里的速度撞击，就能撞出10元硬币大小的洞。您能想象，远在外太空的物体破坏力远比这些塑胶粒还大？更可怕的是，数量成千上万，难以估算。会不会对太空人、太空站带来致命伤害？为了解开谜团，得先了解小小的一颗塑胶粒为什么能拥有巨大破坏力。This light gas gun uses a light gas such as hydrogen or helium. 只是不断模拟撞击过程，到底为了找寻什么？透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，发现铝合金表面受到撞击的刹那出现的波形图，其实藏有神秘面，能破解物体从宇宙传回地球的讯息。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呼之欲出。We can know when debris impact occurs or where debris impact occurs inside satellite. 也就是说，这些大型、小型的卫星，就算任务结束，
不会马上飞回地球，而是继续在外太空漂移，有时还会冲撞其他卫星，衍生出更多的碎片。这些碎片和处理的人造卫星就这样密密麻麻包围着地球，成了太空垃圾。只是浩瀚的宇宙，为何会有这么大量的垃圾产生？这要从1957年说起。当年人类发射第一枚人造卫星，名为史布尼克，正式升空。这也宣告太空时代开始。之后，各国相继发射人造卫星，到目前为止，人类已经发射7000多枚人造卫星，光是2015年就发射150枚。这些人造卫星的寿命通常只有10或15年。废弃或提早退休，就高挂在外太空，成了大大小小的太空垃圾，数量依据大小也各有不同。差不多像我们这种比拳头要大的物件，在这个天上这个太空里面，至少有2、3万个。你这个拳头要小的，那马上数量就开始越来越多了。这么多太空垃圾都在哪些地方？透过日本九州大学所提供的模拟动画，看得更清楚。太空垃圾集中在地球周围，这个区域是低轨道。你以为这里就是全部吗？拉远来看，地球外围还有一个超大呼啦圈，称为同步轨道，上头也是布满密密麻麻的太空碎片。就连台湾的上空也面临同样问题。这些碎片分轨道高度不一样的哈，比如说分布很多，其中最多的是在800到1100之间。地球几乎被红点占据，这些其实都是太空垃圾，数量又有多少？台湾平均每人每天制造1公斤的垃圾量，远在外太空的垃圾同样是人类所为，数量也不容小觑。5500吨现在哈，那这个数量大概是台北市市民产生3天的垃圾。这些太空垃圾无法靠着垃圾车再往焚化炉烧毁，它们的命运多半是在外太空漫天飞舞。像是台湾第一个发射的人造卫星福卫1号，就在2004年除役而成为太空垃圾。3, 2, 1. Ignition. We have ignition and liftoff of Athena, carrying the ROCSAT-1 satellite into Earth orbit, ushering in a new spacefaring age for the citize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. Go Athena, go ROCSAT. Athena has cleared the tower. 过去曾经风光一时的科学卫星，运行5年半功成身退，却没有回到地球，而是一直在宇宙遨游，成为太空奇迹。福卫1号在600公里圆形轨道，到了11年，现在只降到还降100公里，500公里，还要再多一点。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大气到了500公里是很稀薄，600公里要更稀薄。那这个些时候的摩擦力太小，所以对它的影响很少，所以它就一直造。我记得好像要80年到100年才会全部起来，就会掉下来。说也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作用的人造卫星不会回到地球？我们来到棒球场，不管是投球、挥棒出击，最后棒球还是会败给地心引力和空气阻力往下掉，也就是地球上的东西不管丢得多高多远，终究会落地。但地点换到外太空，结果就有所不同。因为少了空气阻力的棒球不会掉落地面，而是沿着地球飞行。再发挥一下想象力，
如果这时球速能高达每秒7公里，棒球就能绕地球1圈。这就是人造卫星一直绕着地球转动的秘密。同样原理，游乐场中的魔幻飞椅，每一个小朋友乘坐的飞椅就像人造卫星。等到游戏开始，中间像是地球的大型球体加速运转，同时会产生速度和引力，让人造卫星一直绕着地球转动。那个就差不多是一个绕着地球转的卫星的一个轨道的一个概念了。因为它在绕的时候，它有离心力，但是呢，它就会想要往外飞出去。可是呢，同时又有钢缆把它拉着，这就相当于那个地球的万有引力。这两个力都同时存在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维持那个平衡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它可以一直绕，一直绕。看来，垃圾不落地，反而在外太空执行得非常彻底，只是没有带来益处，反而潜藏危机。因为无法保证太空垃圾永远只跟其他卫星擦肩而过，有时候还是会发生擦撞意外。有些人造卫星为了避免擦撞，干脆趁着剩下的最后一口气，把自己推离轨道。通常是，垃圾就是你看不到就没事了，看到在身边就会有感觉，看不到就没感觉。所以要不然就是想办法把它烧掉，要不然就是把它丢到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。反观距离地表越近，空气阻力就越大。所以，当人造卫星越靠近地球，就会被空气阻力拖住，越飞越低。最后的命运就是掉入大气层，随着空气摩擦发热而燃烧成灰烬。就在人造卫星生命的尽头，天空会出现瞬间亮光。如果这时候你刚好抬头仰望天空，也许就能看到人造流星划过天际。假如夜空里看到过发亮的东西啊，还不见得真的都是流星哦，会有真的是我们太空垃圾掉下来了。太空垃圾很少会成为人造流星，但有没有可能变成人造陨石侵入地球，危害人类？我们把它形容成太空垃圾满天飞哈，其实是自己吓自己啦。因为真的太空这个范围实在是非常的大，你就算有这么多满天飞哈，其实至少目前来讲，我们当然最担心的是不小心会碰到啊，不管是我们卫星互相碰到，或者是人在太空中间活动的时候被不小心打到，那个几率还是非常的小的。会这样说，因为海洋就占地球70%，人类居住的区块非常小，再加上就算太空垃圾坠落地球，科学家也会想尽办法让它落入大海。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，幸运地逃过太空垃圾的袭击，却还是躲不过威胁。因为远在宇宙的太空垃圾，多半还是一直绕着地球转动，很难说它们永远不会相撞，相撞后又会造成什么结果？